世界首台量子无人机的诞生意味着什么？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量子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中国量子领域有着哪些成就？10多年的不断追赶，中国在量子技术的各大领域已经全面赶超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2022年初，又一项震惊世界的发明露出冰山一角，那就是由中国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自主制造的世界首架量子无人机。虽然听起来十分魔幻，但是中国确确实实做到了。中国也确切地完成了人们的期待。当对量子微观世界的认知更加深邃，宏观世界也将更加美好。无人机本来是一个世界各国还在不断研发的新型产品，但中国已经将新型产品和新型技术相结合，制造出了世界首台量子无人机。这架量子无人机是由中国南京大学科研团队的杰作，实现了基于无人机的量子纠缠分发，研发出了适用于无人机的量子通讯设备。目前对此款量子无人机的消息并不多，毕竟是世界首发技术，保密程度很高，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一些相关人士的只言片语中获取一些相关消息。据透露，这款量子无人机能够实现量子纠缠分发，可传递距离非常远，并且基于量子领域的独特特性，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国家或机构都无法破解被加密的信息。众所周知，无人机是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飞行器，所以无人机领域一直存在2个问题，分别是无线信号被拦截，导致与派遣出去的无人机失去联系，无法控制，和如何让无人机的可飞行范围更远，来获得更大区域的信息获取能力。而量子无人机就很好地解决了这2点问题。首先，量子通信具有高效性，被传输的未知量子态在被测量之前会处于纠缠态，也就是同时代表多个状态。例如，一个量子态可以同时表示0和1两个数字，7个这样的量子态就可以同时表示128个状态或者128个数字。0到127，量子通信的这样一次传输就相当于经典通信方式速率的128倍，这就使得量子无人机具有更高效的信息传递速率。同时，量子通信同传统的通信方式相比较，有一点非常突出，那就是安全性高。像前面提到的无人机信号被拦截，导致无人机失去控制的情况就绝对不会出现。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量子通信信息的密钥是随机的，即使中途被拦截，也无法得到正确的密钥，自然无法对无人机进行有效干扰。那如果极端一点，窃取者正好猜到了密钥，或者经过超级计算机的无限推算算出了密钥呢，同样也无法破解信息，因为量子信息在受到任何宏观上的观察和干扰时，就会立刻改变量子态，引起其坍塌。也就是说，敌方干扰这条信息是错误的，不存在的，这也就无法拦截无人机信号。所以基于效率高和保密性好亮点，量子无人机很好地解决了目前世界上大多无人机存在的问题。在量子领域上，中国更加是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存在。甚至在2021年，中国科学家还承担制定了世界量子密码基准方案，以后在这个领域的标准都将由中国人制定。而为啥量子技术的革新能如此引人注目？中国又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贝尔纳曾说，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切密切的联系者。今天，倘若我们要追溯风靡全球的信息化战争之科技源头的话，无疑是1946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阿米埃诞生所开启的电子信息科技革命。然而，这一层彻底颠覆机械化战争图景的电子信息科技，在遵循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便会增加1倍的摩尔定律下飞速发展了数十年以后，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电子计算机的极限运算速度是否存在？越来越一体化的电子信息网络如何应对网电空间站？对此，21世纪以来不断突破的量子信息科技正在开启新的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各国带来新的机遇之门。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到只能用于通话的传统手机发展为如今的智能手机，再到卫星导航通信技术，几乎所有今天惠及人类生活的高新技术都与量子技术有关。传统计算机需要数万年才能完成的计算，在量子技术面前只需要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谈到，
量子力学是人类探究微观世界的重大成果，量子科技发展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如今，中国在量子3大领域——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的研发成果，都已站在了世界第一梯队。中国量子研究突飞猛进的背后，是中国几代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与付出。因为量子技术的发展时间较短，量子技术的应用还未走到千家万户，走到普罗百姓的生活中。但人们对于量子技术这几个字并不陌生，因为其经常出现在中国科研技术突破的新闻当中。的确，量子技术在中国军事和高端技术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于2016年8月发射升空。墨子号的成功发射，使中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与地面间的量子通信，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和科学实验体系。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亚历山大·谢尔基延科对此说道：“这个事儿确实很让人激动，因为它是首次开展此类试验，因此对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量子通信的竞赛从1995年便开始了，英国、美国、日本和中国等世界大国都进入赛道一较高下。这次中国在量子通信技术方面走在了前面。世界上最远距离的基于可信中继方案的量子安全密钥分发干线于2017年9月正式开通。这条连接中国上海、贯穿济南、合肥，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通信骨干网络，通过北京接入点实现与墨子号的连接，是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的重要基础。京沪干线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已经构建出首个天地一体化广域量子通信网络雏形，为实现覆盖全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21年10月，中国新闻报道，经过研究攻关，超导量子计算研究团队构建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机原型机祖冲之2号，实现了对量子随机路线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倍，计算复杂度比谷歌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原型机玄铃木高100万倍，使得中国首次在超导体系达到了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同年同月，中国自主研发构建的113个光子、144模式的量子计算机9章2号，在处理高斯玻色取样的速度，比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24次方倍。这么说可能大家没有概念，换算一下，大概是11亿倍。对，你没有听错，就是这么夸张。中国在量子领域的发展已经全面超越美国，中国未来也将不可限量。当然，量子领域这条路，中国并不是一帆风顺。当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在量子领域展开研究时，中国还对此一无所知。中国完美地错过了第一次量子革命，错过了第一时间的核能、半导体、激光以及计算机。这不是一个天才领跑的故事，而是一个后来者艰难居上的故事。这种故事在中国的各个领域不断上演，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才汇聚成为中国今日的成就，才实现了中国人民今天的美好生活。